今天我们要揭晓全球最健康的10大海鲜排行榜。许多人一提到营养丰富的鱼，首先想到的就是鲑鱼。但是你可能想不到，鲑鱼竟然只能排到第7名。有哪些海鲜比鲑鱼还厉害呢？第1名更是价格便宜又美味，却常年被大家忽视，90%的人从没特别留意过它。现在就让我们一路从第10名倒数到第1名，看看哪些海鲜上榜，以及为什么它们如此有益健康。在开始倒数之前，先聊聊为什么海鲜对健康这么重要。海鲜包括鱼类和贝类，富含优质蛋白质、维生素 B12、铁、锌、硒和维生素 D 等多种人体所需营养，更是 Omega-3 脂肪酸、EPA 与 DHA 的主要来源。这些 Omega-3 脂肪酸具有强大的抗发炎作用，可以保护血管，降低三酸甘油酯，有血管清道夫之称，对心脏和大脑健康非常有益。同样，经常吃海鲜的人罹患心血管疾病或失智症的风险更低。当然，并不是所有海鲜都同样健康，有些鱼汞含量低，营养密度高，又永续环保，特别值得推荐。接下来，我们按照排名一一介绍。第10名，鲔鱼。鲔鱼又称金枪鱼，是一种遍布全球的知名海鱼，也是平价海鲜的代表之一。罐头鲔鱼几乎家家户户吃过，价格便宜，保存方便，是许多人补充蛋白质的日常食材。营养方面，鲔鱼富含优质蛋白和 Omega-3 脂肪酸，还有丰富的维生素与矿物质，例如维生素 B12、维生素 D、铁和硒等。鲔鱼肉低脂肪、高蛋白，吃了有饱足感，又不容易发胖，对需要控制体重的人很友好。那么这么常见的鲔鱼为何只排第10名呢？主要原因在于汞含量。鲔鱼属于体型较大的掠食性鱼类，容易在体内累积汞等重金属，摄入过量汞会对健康有害，长期可能导致高血压、记忆力受损，甚至影响下一代的发育。因此，食用鲔鱼时要特别留意种类和分量，一般建议避免食用大型鲔鱼品种，例如体型大的长鳍鲔、大目鲔等，因为它们汞含量特别高。选择罐头鲔鱼时，可以挑选低汞的小型鲔鱼制作的产品。好消息是，在台湾市售的鲔鱼罐头多半使用的是小型鲔鱼，如正煎鱼，汞含量相对较低，适量食用比较安全。即便如此，营养专家建议每周食用罐头鲔鱼不要超过3次，孕妇和儿童更要谨慎。总的来说，鲔鱼营养丰富又平易近人，是很好的蛋白质与 Omega-3 来源。但是考量到汞含量和永续性，过度捕捞大型鲔鱼也会危害海洋生态。鲔鱼在健康排行榜中只能位居第10，有更健康又安心的海鲜选择超越了它。那么比鲔鱼更胜一筹的第9名是什么呢？第9名，螃蟹。螃蟹是一种深受喜爱的甲壳类海鲜，不但肉质鲜甜，营养价值也不容小觑。蟹肉属于高蛋白、低脂肪的食材，富含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例如，螃蟹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 族，对能量代谢和神经功能很重要。锌和硒等微量元素，其中锌有助于免疫力，硒则是抗氧化的关键元素。螃蟹也含有一定量的 Omega-3 脂肪酸，每份100公克的蟹肉约可提供200到500毫克的 EPA 和 DHA， 对心血管有益。总的来说，吃螃蟹不仅满足味蕾，也为身体带来多种营养。螃蟹能上榜第9名，正是因为它在提供优质蛋白的同时，还兼顾了心脏健康所需的脂肪酸和免疫所需的微量元素。不过，吃螃蟹也有一些小提醒。首先，高血脂或心血管风险高的人要节制摄取蟹黄、蟹膏。螃蟹的蟹黄，也就是内脏部分，虽美味，但富含胆固醇，对血脂不佳者不太友善，建议少吃或不吃。其次，要确保螃蟹彻底煮熟后再食用，因为蟹类等甲壳类如果烹调不当，可能藏有细菌或寄生虫。只要注意这些事项，大快朵颐螃蟹美食的同时，也能安心获取营养。综合来看，螃蟹的营养价值和美味度都很高，难怪逢年过节餐桌上少不了它。相比鲔鱼，螃蟹几乎没有汞的困扰，又能提供更多样的微量元素，因此排名胜出一筹。接下来这第8名，
可是比螃蟹更常见也更容易料理的海鲜哦。第8名，虾子。虾子几乎可以说是海鲜界的全民明星了。从海产店的盐酥虾、宴席上的白灼虾，到各种菜肴中的虾仁，虾子的身影无处不在。多数人爱吃虾，却未必知道虾子的营养有多丰富。虾肉蛋白质含量高且脂肪低，是良好的高蛋白低热量食材。此外，虾子还提供许多人体必需的营养素，例如维生素 B12、硒、锌，对于造血、免疫和抗氧化都很有帮助。更特别的是，虾子和鲑鱼一样呈现诱人的橘红色，而这橘红色来源于一种强大的抗氧化物质虾红素。虾红素不仅让虾子颜色鲜艳，还能对抗体内的氧化压力。有研究发现，虾红素的抗氧化活性比维生素 E 和贝塔、胡萝卜素高出将近500倍。换句话说，吃虾可以摄取到相当优异的抗氧化营养，有助于预防细胞老化，减少发炎反应。对中老年人来说，抗氧化物质有助于降低慢性疾病风险，保持年轻活力。很多人提到虾子会担心胆固醇问题，其实虾子的脂肪含量很低，虽然每100公克虾含有约150毫克的胆固醇，但最新研究指出，食物中的胆固醇对人体血胆固醇的影响远不如饱和脂肪。而虾子本身几乎不含饱和脂肪，所以适量吃虾对大部分人而言并不会显著提高胆固醇。当然，一切适可而止最理想，假如一天吃上好几斤虾，那就有点过量了。总体而言，虾子价格亲民，料理简单，又能提供丰富蛋白与营养，难怪深受欢迎。在排行榜中，虾子击败螃蟹荣登第8，靠的就是它抗氧化、营养全面的实力。说到这里，你可能在想，连虾子都只排第8，那第7名究竟是谁呢？第7名正是我们开头提到的那位人气王鲑鱼。第7名，鲑鱼。终于轮到鲑鱼登场了。鲑鱼可以说是近年来健康饮食的代言鱼，不论日料的生鱼片、排餐中的烤鲑鱼，还是健康餐盒里的水煮龟，都能看到它的踪影。鲑鱼之所以受欢迎，一大原因是它的营养声誉响亮。鲑鱼是著名的多汁鱼类，富含对心脏和大脑极为有益的 Omega-3 脂肪酸 DHA 和 EPA。 经常吃富含 Omega-3 的鱼，例如鲑鱼，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脂，减少发炎，对预防心血管疾病和维持脑部健康很有帮助。此外，鲑鱼的蛋白质含量高，提供人体必需氨基酸，能增强饱足感和维持肌肉量，对老人家预防肌少症也有帮助。鲑鱼还含有各种维生素和矿物质，例如每100多克的野生鲑鱼可提供将近每日所需2倍的维生素 B12， 以及超过 100% 的硒和将近 85% 的维生素 B6， 可谓营养密度相当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鲑鱼肉呈现的橙红色并非偶然，这归功于前面提到的虾红素。鲑鱼以磷虾等为食，因此体内累积了丰富的虾红素，不仅让肉质色泽诱人，虾红素还是一种强力抗氧化剂，能保护我们的细胞免受自由基伤害。科学家推测，食用富含虾红素的食物，如鲑鱼，有助于维持大脑功能，预防认知能力下降，对老年人特别有益。听起来鲑鱼几乎完美，为什么没排第1，反而只位居第7呢？原因并不在于鲑鱼不好，而是更优秀的选手实在不少。首先，鲑鱼虽然营养丰富，但属于较大型的掠食鱼类，生长周期长，一般价格也不算便宜。在环境永续方面，野生鲑鱼过度捕捞会影响生态，养殖鲑鱼则可能有用药及污染问题。相较之下，接下来排名更高的海鲜不仅营养不输鲑鱼，还有体型小、繁殖快、成本低等优势，可谓物美价廉又环保。因此，鲑鱼虽然是健康饮食中的明星，但在这份榜单中只能得到第7名的成绩。别灰心，至少我们还是确认了鲑鱼确实值得吃。那么更厉害的前6名究竟是哪些呢？继续看下去吧。第6名，牡蛎。现在进入榜单的前6强，首先登场的是牡蛎。牡蛎有海中牛奶的美称，是营养最丰富的贝类之一。很多人爱吃生蚝烤牡蛎，那种鲜甜带着海洋气息的滋味令人难忘。但牡蛎的价值不只是美味，
更在于它是微量营养素的大宝库。每100公克的牡蛎，大约5-6颗中等大小的生蚝，热量仅约120多大卡，蛋白质却高达20多公克，可以提供长时间饱足感。更惊人的是，这一份量的牡蛎几乎涵盖了一天所需的全部维生素 B12， 锌和铜含量都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的 100%， 其中维生素 B12 含锌甚至高达2-3倍之多。此外，100克牡蛎还能提供超过一半的每日硒需求。维生素 B12 有助于红血球形成和神经健康，锌对增强免疫力、伤口愈合十分关键，铜则参与铁的代谢和胶原生成。这些营养在牡蛎体内密集存在，使它成为名副其实的营养轰炸机。牡蛎也富含铁质，对缺铁性贫血的人来说是优秀的食补选择，难怪民间常说吃牡蛎能补血又补身。另外，牡蛎自古以来还被认为有益男性健康，因为其中高含量的锌与某些荷尔蒙合成有关，被戏称为天然的壮阳药。虽然这方面的作用见仁见智，但从营养角度看，多吃牡蛎确实有助于增强活力和免疫功能，男女皆宜。需要注意的是，牡蛎最好熟吃。很多人喜欢生吃海鲜，觉得原汁原味，但生蚝可能带有诸如诺罗病毒、肠炎、弧菌等病原体，如果处理不当，容易引起肠胃不适，甚至食物中毒。建议牡蛎用蒸、煮、烤等方式熟制后再吃，更安全。好在熟牡蛎的风味依然鲜美，像奶油、烤牡蛎、葱烤生蚝都是受欢迎的料理。综合评价，牡蛎以其超高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含量，击败了前面提到的鲑鱼、虾等，跃居第6名。对于想补充营养又控制热量的人，牡蛎绝对是不容错过的宝藏食材。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第5名，这是一条经常被弄混却实力不俗的鱼。第5名，鳟鱼。说到鳟鱼，有些人可能不太熟悉，但其实鳟鱼和鲑鱼有点亲戚关系。鳟鱼是鲑科鱼类的一种，外观和鲑鱼相似，只是体型较小，生活在淡水或半淡咸水环境，例如有名的红鳟鱼。在欧美国家，鳟鱼是相当常见的食用鱼，在台湾地区，一些高山冷水溪流也有养殖鳟鱼，经常被用来制作生鱼片或熏鱼片。鳟鱼的营养价值完全不输给鲑鱼，甚至在某些方面更胜一筹，因此在排行榜中拔得第5名。首先，鳟鱼和鲑鱼一样，属于富含 Omega-3 的多汁鱼类，对心脏与脑部健康有很大注意。但鳟鱼有一个鲑鱼所缺少的绝招，超群的维生素 D 含量。维生素 D 是维持骨骼和免疫系统的重要维生素，可惜一般食物中并不多见。然而鳟鱼是少数的例外，一份约100公克的熟鳟鱼含有将近700 IU 的维生素 D， 约相当于每日所需的 80%， 这几乎可以说是天然的维生素 D 补充剂了。维生素 D 不仅促进钙质吸收，强健骨骼，还能调节发炎反应，支援免疫功能，对于中老年人预防骨质疏松和提高免疫力相当重要。能透过美味的鱼肉补充到阳光维生素，岂不两全其美？鳟鱼的蛋白质、Omega-3、锌、硒和维生素 B12 等含量也都相当丰富，属于营养全面的鱼种。由于鳟鱼多在淡水环境养殖，体内的重金属累积风险较低，食用时比较无虞。在厨房中，鳟鱼的料理方式和鲑鱼近似，肉质嫩且油脂丰富，适合清蒸、煎烤或烟熏，用橄榄油、香草腌一下再烤，或是简单撒点盐，煎至两面金黄，挤上柠檬汁，就非常美味。也有人拿鳟鱼生鱼片取代鲑鱼刺身，口感和风味都相当不错。综上所述，鳟鱼以极高的维生素 D 含量和全面营养在10强中稳居第5。对于不常晒太阳的现代人来说，吃点鳟鱼补充维生素 D 是明智之举。喜爱鲑鱼的朋友，不妨偶尔换成鳟鱼尝鲜，既经济又能摄取到略有不同的营养哦。那么，比鳟鱼更厉害的第4名是谁？提示一下，它不是鱼，而是一种常见又不起眼的贝类。第4名，蛤蜊。没错，第4名就是大家煮味噌汤、炒盘菜常会用到的蛤蜊。别看蛤蜊个头小巧，貌不惊人，它在营养方面可是深藏不露的高手。
许多人提到海鲜只关注鱼类，但其实某些贝类的营养价值一点不输给鱼，而且重金属含量往往更低。蛤蜊正是这样的代表。首先，蛤蜊最让营养师惊叹的是它维生素 B12 的超高含量。维生素 B12 对人体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。它参与 DNA 合成和神经功能，缺乏时会导致贫血和神经损伤。许多食物都含有 B12， 但含量相对有限。然而，大约85克，不到100公克，熟蛤蜊的维生素 B12 含量竟然超过每日建议摄取量的30倍。没有看错，就是30倍之多。这意味着只削几颗蛤蜊下肚，就远远满足一天所需。难怪营养师称蛤蜊是 B12 之王。对于素食者或年长者等容易缺 B12 的人群，蛤蜊无疑是极佳的滋补品。蛤蜊还富含铁、锌、硒等矿物质，几乎囊括了免疫和造血所需的重要元素。铁帮助制造血红蛋白，预防贫血；锌支撑免疫系统，维持味觉、嗅觉灵敏；硒作为抗氧化剂，保护细胞，维持甲状腺功能。蛤蜊的汞含量极低，这是因为它们处在食物链的低层，不像大型鱼类会富集汞，因此大可放心经常食用，而不用担心重金属中毒。另外，从环保角度看，养殖蛤蜊是非常永续的海鲜选择。蛤蜊养殖对环境影响小，反而有助于水质净化。它们生长快速，又不需要额外投喂饲料，资源利用效率高，所以多吃蛤蜊不仅为健康加分，也间接支持了永续渔业，一举两得。在日常料理中，蛤蜊可谓用途广泛，鲜美无比。它可以和姜丝、米酒清蒸出甜美的蛤蜊汤汁，煮味噌汤增添鲜味，或是爆香炒九层塔，新香料来一道台式炒蛤蜊，都是令人垂涎的佳肴。蛤蜊本身脂肪极低，烹调时只要少油少盐，就是一道完美的健康菜色。总而言之，蛤蜊靠着极高的维生素 B12 和矿物质含量，以及低汞、安全永续的特点，跃升为本榜单第4名。这或许让很多人意外，毕竟蛤蜊平平无奇又便宜，但事实证明，小小一粒，营养惊人。既然连蛤蜊都能击败鲑鱼等强者拿下第4，那前3名岂不是更让人好奇？马上为各位揭晓铜牌得主第3名。第3名，飞鱼。飞鱼是一种中小型的油性鱼类，跟沙丁鱼有亲缘关系，也属于 Omega-3 脂肪酸特别丰富的鱼种。它在北欧、东欧沿海国家十分受欢迎，常被腌制、烟熏或罐头保存，是当地人日常获取蛋白质含油脂的重要来源。你或许听过荷兰生飞鱼或东欧的腌飞鱼沙拉，都是以飞鱼为主角的传统美食。那么，飞鱼究竟有何营养过人之处，能在全球10大健康海鲜中拿下第3名呢？首先，飞鱼和沙丁鱼、青鱼一样，都是 Omega-3 含量极高的鱼类。这些小型鱼体内脂肪丰富，所含的 DHA、EPA 可以说是鱼中翘楚。常吃飞鱼有助于降低发炎，保护心血管，维持脑部健康，作用与沙丁鱼、青鱼不相上下。除了 Omega-3，飞鱼还富含多种脂溶性维生素和矿物质。研究显示，飞鱼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E 和维生素 D， 还有维生素 B12。矿物质方面则提供硒、碘、钙、铁等营养素。光是维生素 D 这一项，飞鱼就非常突出。某些飞鱼制品，例如烟熏飞鱼，每100克含有超过一整天所需的维生素 D。由于维生素 D 有助钙质吸收和免疫功能，北欧等日照少的地区居民通过吃飞鱼来补充，十分聪明。再来谈谈食品安全。飞鱼有一个巨大的优势是污染物含量低，它们个头小，成长快，不像大型鱼在漫长岁月中累积了很多毒素。研究测得飞鱼体内汞、铅、镉等有害物质的残留都非常低，在鱼类中属于非常安全的一类。因此，飞鱼可以较为放心的食用，不必像吃尾鱼、旗鱼那样忧心重金属问题。对孕妇、小孩这些对汞敏感的人群而言，飞鱼是更好的 Omega-3 来源选择。可能有读者会问，我们日常比较少直接买到新鲜飞鱼，那怎么吃到它呢？其实沙丁鱼罐头中有时也会混装小飞鱼，
或者选购进口的腌制鲱鱼、熏鲱鱼片都可以。当然，如果能买到冷冻鲱鱼，拿来红烧或烤制也非常美味。鲱鱼本身肉质细嫩，油脂丰富，适合烟熏，难怪欧美许多经典菜肴都以它为主角。鲱鱼荣登第3名，可以说是实至名归。它兼具高 Omega-3、高维生素 D、低污染等优点，堪称是北半球寒冷地区人民长寿的秘密武器之一。对我们亚洲地区的人而言，鲱鱼虽不如鲑鱼、青鱼常见，但若有机会，也不妨多尝试这位营养冠军。紧接着要公布榜单的亚军，也就是第2名，它和鲱鱼有点相似，同样是价格实惠、营养丰富的小型鱼，相信大家都吃过来，欢迎青鱼。第2名，青鱼。青鱼能够击败群雄，成为第2名，相信许多注重健康饮食的人并不意外。这条鱼在东西方餐桌上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。日本料理中的盐烤青鱼，味称炖青鱼，深受喜爱。台湾市场上称为青花鱼的，也是青鱼的一种，经济实惠又美味。青鱼为何如此受到营养学家的推崇呢？让我们一一道来。首先，青鱼是一种 Omega-3 脂肪酸含量名列前茅的鱼类。根据一些营养资料的比较，在常见食用鱼中，青鱼的 DHA 含量甚至高居第一。DHA 对儿童大脑发育和成人的脑部保健都极其重要，因此适量吃青鱼有聪明鱼的美誉。Omega-3 还能降低血液中的坏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，有助预防动脉硬化和中风，是维护心血管健康的工程。简而言之，青鱼的 Omega-3 丰富度可以说傲视群鱼，这也是它荣登亚军的主要原因。除了好油，青鱼还提供丰富的维生素 B12 和 C。B12 我们已经提过多次，它对红血球制造、神经功能都不可或缺。C 则是强力抗氧化剂，有助清除体内自由基，并维持甲状腺正常运作。一份100克左右的青鱼就能满足成人一天所需硒元素的绝大部分。不仅如此，青鱼还是镁的良好来源，每100克提供大约 20% 每日需求的镁。镁对于神经传导、肌肉放松、血压调节、骨骼健康都扮演重要角色。许多人现代饮食镁摄取不足，吃点青鱼刚好补足这方面的缺口。更棒的是，青鱼相对安全。由于青鱼个头中等，比起吞拿鱼、剑鱼那些海中巨无霸，青鱼不太会累积大量汞和污染物。我们平时吃的青鱼通常是体型较小的物种，如太平洋青、北大西洋青，它们繁殖快速，寿命短，体内重金属浓度低。必须提醒的是，有一种体型较大的青鱼马鲛鱼 King Mackerel， 汞含量很高。这种鱼主要分布在美洲、大洋洲地区，在亚洲餐桌并不常见。我们市场上的青花鱼不属于此范畴，所以大可安心享用。从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营养专家到各国的健康指南，都强力推荐多吃青鱼等小型鱼取代大型鱼，理由正是它营养高、风险低又环境永续。在烹调方面，青鱼的脂肪丰厚，使它特别适合烤、煎等方式，即便不加很多油，也能呈现油润的口感。简单用盐腌一腌去腥，直接烤熟挤柠檬，就是一道绝佳下饭菜。如果怕鱼腥，可以用味噌、姜丝炖煮，鱼肉会充分吸收酱汁香气，变得鲜甜可口。经济实惠又营养满点的青鱼，能夺下榜单第2名，完全是实力使然。此时我们只剩最后一个榜单席次尚未公布，也就是第1名。究竟哪一种海鲜可以胜过连青鱼、鲑鱼都甘拜下风，荣登最健康海鲜的宝座呢？卖个关子，它和青鱼有点类似，也是小小一条却蕴藏惊人能量的便宜鱼。而且许多人只知道它平凡无奇，却不知道它才是真正的营养之王。现在就为您揭晓冠军。第1天，沙丁鱼。没错，这个常常躺在铁罐头里的小东西，正是全球健康海鲜排行榜的第1名。也许你有点意外，沙丁鱼不是廉价又不起眼的代名词吗？以前甚至有人拿沙丁鱼喂猫喂鸡，但就是这种微不足道的小鱼，击败了众多大咖，成了当之无愧的营养冠军。让我们来看看沙丁鱼为何能高居榜首。沙丁鱼虽小，五脏俱全，它们是地球上最营养密集的食物之一。
首先，沙丁鱼富含完整蛋白质，提供人体必需氨基酸来维持肌肉和组织修复。更厉害的是，它所蕴含的维生素与矿物质种类之多，含量之高，几乎无出其右。举个例子，一罐约100公克重的沙丁鱼罐头，就能提供超过3倍于每日需求的维生素 B12， 以及将近每日需求90%的硒、1/4的钙、约 15% 的铁和超过1成的维生素 E。 这意味着吃一罐小小的沙丁鱼就摄取了满满的 B12， 维持神经和造血，大量硒，抗氧化，防癌，不错的钙和铁，强健骨骼，预防贫血，还顺带补充了维生素 E 等抗氧化维生素。沙丁鱼几乎可以媲美市面上卖的综合维他命锭，更不用说沙丁鱼也是 Omega-3 脂肪酸的极佳来源。由于沙丁鱼本身油脂丰富，且我们通常连皮带骨整条吃下，它所含的 EPA 和 DHA 相当可观。营养学者甚至指出，增加食用沙丁鱼的频率可以减少服用鱼油胶囊的需要，直接吃沙丁鱼就足以获得丰富的 Omega-3。 不仅如此，沙丁鱼还提供对心脏有益的镁、钾以及特殊的氨基酸，如牛磺酸、精氨酸等。牛磺酸有助于调节血压和增强心肌功能，精氨酸则参与血管舒张，有利于改善血液循环。换句话说，沙丁鱼体内的多种营养素共同作用，对心血管健康形成全方位的保护。因此，常吃沙丁鱼能降低心脏病发作和中风风险，也是为什么地中海饮食中沙丁鱼占有一席之地。地中海沿岸居民喜爱的沙丁鱼料理，被认为是他们心脏健康、长寿的原因之一。沙丁鱼不但营养冠绝群雄，还有2个大优点让其他海鲜望尘莫及：低汞无毒和便宜易得。前面提到，大鱼吃小鱼会累积重金属，而沙丁鱼身处食物链底层，几乎不含汞和有害化学物质，食用安全无虞。它们生命周期短，繁殖力强，数量丰富且捕捞对环境压力小，属于永续海鲜。经济方面，一罐沙丁鱼罐头可能只要几十元，远比动辄上百元一片的鲑鱼划算。对银发族或一般家庭来说，沙丁鱼真是物美价廉的营养宝库。难怪营养专家们感叹，很多人花大钱买补品，却忽略了身边这么便宜的超级食物。当然，有些人可能对沙丁鱼的气味和口感存有成见，毕竟沙丁鱼罐头带有独特的腥味和油味，让没尝试过的人退避三舍。但其实只要善加利用，沙丁鱼可以变化出许多美味料理，而且味道一点也不奇怪。比如将沙丁鱼拌成沙拉，加洋葱、柠檬和胡椒，再涂在烤面包上，就是营养满分的开胃菜。或是把沙丁鱼和番茄一起炒，再加点蒜和香草，拌意大利面，鲜香可口，风味十足。新鲜沙丁鱼更是一绝，只需撒盐烤至酥香，肉质细嫩又多汁，很多人一试成主顾。总之，不妨给沙丁鱼一个上餐桌的机会，你的身体一定会感谢你的。沙丁鱼勇夺第一，可谓众望所归。它几乎兼备了前面所有海鲜的优点于一身。Omega-3 高如龟尊，维生素矿物多如格里牡蛎，蛋白质丰富不输虾蟹，重金属污染却少得可怜，最后还来个价格实惠，随手可得，真是找不出不成为冠军的理由。现在我们的榜单从第10到第1都揭晓了，您是不是也对某些排名感到意外呢？最后我们再提供几个吃海鲜的贴心提示，让大家吃得健康又安心。避免生食海鲜，海鲜可能带有病毒、寄生虫和细菌，最安全的做法是彻底煮熟再吃。高温烹调能杀死大多数有害微生物，降低肠胃感染的风险。尤其是免疫力较弱的长者，更应该把食材煮透。生鱼片、生蚝虽美味，偶尔尝鲜可以，但别经常大量生食哦。选择低汞的海鲜，大型鱼类体内累积的汞比小鱼高得多，长期大量食用高汞鱼可能导致汞中毒累积，引发高血压、心脏问题，甚至影响大脑发育。所以尽量选择前面介绍的小型鱼，如沙丁鱼、青鱼、飞鱼、鳟鱼等，以及贝类，来取代那种体型巨大的鱼，如鲨鱼、旗鱼、大尾鱼，这样既能摄取营养，
又避免摄入过多重金属，支持永续海鲜。人类对海鲜的高需求已导致不少物种过度捕捞，破坏海洋生态。我们在选购时，不妨多支持永续渔业产品，例如养殖的蛤蜊、牡蛎、淡菜等，还有数量充裕的沙丁鱼这类鱼群。必要时可用豆类等富含蛋白的植物性食物替代部分海鲜，一方面均衡饮食，另一方面减轻海洋资源压力，为环境尽一份心力。少用油炸烹调，油炸海鲜虽香脆可口，但高温油炸会产生对健康不利的氧化物和反式脂肪，抵消了海鲜本来的健康价值。建议优先采用清蒸、水煮、炖煮、烤、煎等方式料理，既保留营养，又减少多余油脂，更符合养生之道。总结来说，海鲜真不愧是大自然送给我们的健康礼物。从第10名的鲔鱼到第1名的沙丁鱼，每一种上榜海鲜都有其独特的营养强项。它们共同的特点是高蛋白、富含优质脂肪和多种微量营养素，能帮助我们保护心血管，增强免疫力，维持脑部和骨骼健康。更妙的是，排行榜前几名的胜出者竟然都是平价又常见的选择，这提醒了我们，最贵的不一定是最好的。聪明饮食应该着眼于营养本质，而非价格和名气。希望今天的排行榜有颠覆你的想法，也激励你在日常餐桌上做出一些新的尝试。下次采买海鲜时，不妨多留意那些不起眼的小角色，买几罐沙丁鱼囤在家里，挑几尾新鲜青鱼来经蛤蜊煮汤，让这些海中宝藏成为你膳食的一部分。相信只要善加利用，既能吃得开心满足，又能吃出健康长寿。记住咯，鲑鱼第7名，沙丁鱼才是第1名。让我们吃得聪明，活得明白，一起用美味换来长青的智慧与健康吧。